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绝对让你们大开眼界，这是关于一位深圳三甲医院的名医曹医生嫁到台湾后的真实感受。说实话，我自己听完这个故事都惊呆了，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很多大陆人对台湾医疗的刻板印象呀。曹医生是我多年的好友，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后来在深圳一家三甲医院做了10年主治医师，专攻心血管疾病，那叫一个厉害，年薪100万不是梦，医术精湛，人长得也漂亮，追他的人能排成长队。然而缘分这东西真是妙不可言。在一次医学会议上，他认识了来自台湾的林医生，两人从专业交流到日常聊天，半年后就闪婚了。我当时还开玩笑说，你这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吧，放着深圳的高薪工作不要，跑去台湾那个医疗条件落后的地方。没想到婚后半年，他给我打来视频电话，那叫一个激动啊。丽姐，我错了，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台湾的医疗制度简直太人性化了，比我想象的先进100倍。我瞬间来了兴趣。哦，怎么说？曹医生深吸一口气，开始了他的忏悔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到台湾时，真的带着优越感，觉得自己从大陆顶尖医院来，肯定能在台湾医疗界大放异彩。结果第一天去医院报到，就被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震惊了。全民健保听起来很普通啊，我们不也有医保吗？我有点不解。天啊，差太多了！曹医生激动地摆手。台湾的健保是真正的全民覆盖率超过 99.9%， 几乎所有台湾居民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都能享受到基本相同的医疗保障。不像我们大陆，医保还分城镇职工、城镇居民、新农合这些不同类型，保障水平天差地别。我顿时来了精神，具体说说有什么例子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。曹医生说，在台湾看病挂号费超级便宜，一般门诊挂号费才150台币左右，折合人民币也就30-40块钱，而且这还包括了基础诊疗费。你在大陆三甲医院挂个专家号多少钱？几百块吧，还不一定能挂得上呢。我点点头，这确实便宜很多。不仅如此，台湾的健保给药自付比例最高也就20%，大部分医疗费用都由健保给付。我在台湾医院工作后才知道，一个普通民众即使得了重病，自己掏腰包的部分也有上限，一年最多不超过几万台币。而在大陆，一场大病下来，没有几十万拿不下来，很多家庭因病返贫啊。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真的假的？那台湾医院不得亏死？曹医生笑了，这就是制度设计的高明之处。台湾健保署统筹全台医疗资源，实行总额预算制度，控制医疗支出，同时通过精算和风险分担机制，保证医疗质量不下降。虽然医生收入比大陆同级别医院可能低一些，但医患关系和谐多了。他接着说，还有啊，台湾的转诊制度非常完善，小病在基层诊所解决，大病再去大医院，不像我们大陆，不管大病小病，动不动就往三甲医院挤。我在深圳医院门诊时，经常一天要看70-80个病人，累死了。在台湾，医生能有更多时间和病人沟通，每个病人平均能有10到15分钟的诊疗时间，这在大陆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陷入思考，那台湾医院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水平怎么样？我们一直觉得台湾在这方面比不上大陆的顶尖医院吧，这是最让我惭愧的地方。曹医生语气变得更加激动。我之前真的以为台湾的医疗技术和设备会比较落后，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台湾的大型医院设备一点不比大陆差，有些精密检查设备甚至更先进，而且使用率高，不会出现买了设备放着看的情况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台湾的医疗资源分布相对均衡，不会出现过度集中在1、2线城市的现象。即使是偏远地区，基本医疗保障也很到位。我老公的姑姑住在台东一个小镇上，那里也有完善的医疗服务，需要大手术时会有专车接送到大医院，康复后再送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，全程健保给付。卧槽，我情不自禁地爆了粗口，
这也太完善了吧？没错，曹医生点头如捣蒜。最震撼我的是台湾的重大伤病卡制度，患有重大疾病的病人，只要经过认定，几乎所有医疗费用都由健保承担，包括住院、手术、化疗、放疗等等。我在大陆时看过太多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放弃治疗的癌症患者，每次都心如刀割。他略带哽咽地继续说，有一次我在台北医院接诊一位老爷爷，他患有重度心力衰竭，需要做复杂的心脏手术。按照大陆的情况，这种手术没有50-60万下不来。我担心他付不起医药费，就委婉地提醒他做好经济准备。结果老爷爷笑着对我说，小姐，我有健保卡和重大伤病卡，不用担心了。手术后他只需支付营养餐和几项自费药品，总共不到1万台币。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？曹医生的眼圈有些发红。在台湾，医生不需要考虑病人是否有钱，只需要考虑什么治疗方案对病人最好。病人也不会因为担心医药费而拒绝必要的检查和治疗。这种单纯的医患关系是我在大陆梦寐以求的。而且，台湾健保的信息化程度超高，每个台湾居民都有一张健保卡，里面存储了详细的就医记录和药物使用情况。医生只需刷一下卡，就能看到病人的完整病史，避免重复检查和用药冲突。我们大陆虽然也在推进医疗信息化，但各家医院系统不互通，病人还得随身带着厚厚的病历本。听到这里，我不得不感叹，看来台湾的医疗系统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。绝对的，曹医生点头。而且台湾健保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药品价格谈判机制。健保署代表全台湾2300多万人与药厂谈判，议价能力超强。很多新药在台湾的价格只有大陆的1半甚至更低。再加上台湾自己的制药工业发达，仿制药品质优价廉，普通老百姓看病吃药的负担真的很轻。我记得大陆这几年不是也推进了药品带量采购吗？效果应该不错吧？我问道。大陆的药品集采确实是个好政策，但覆盖面还不够广。而且台湾健保的厉害之处在于，它把控制在源头，医院和医生的处方行为。台湾实行总额预算制度，超支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，所以医院和医生会更加理性地使用医疗资源，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用药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怎么觉得咱们大陆的医保制度差距这么大呢？其实也不是说大陆的医疗全都不好，曹医生语气缓和了一些。大陆顶尖医院的尖端技术和设备绝对是世界一流水平，问题在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，基层医疗能力薄弱，还有就是医保体系不够完善，没有形成真正的全民医保。台湾健保经过多年发展和调整，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，虽然也面临着基金收支平衡的压力，但基本做到了让每个台湾民众都能看得起病，不会因病致贫。这一点真的值得大陆学习。曹医生还给我讲了一个让他深受触动的亲身经历。有一次，我在台湾医院遇到一位出租车司机，60多岁，查出肺癌晚期。按照我在大陆的经验，这种情况治疗费用至少要40-50万，即使有医保，个人负担也要10多万。我以为他会放弃治疗，没想到他非常镇定地接受了所有治疗方案，包括靶向药物治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他有重大伤病卡，所有治疗费用基本由健保承担。那一刻，我真的被震撼到了。在台湾，即使是最底层的劳动者，也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，不用担心因病致贫。而在大陆，多少家庭因为一场大病而倾家荡产啊！太不可思议了。我感叹道，那健保怎么承担得起这么多费用啊？曹医生解释道，台湾健保的费用是由政府、雇主和个人3方共同负担的，个人缴纳的保费比例并不高，大约只占收入的4.69%左右，而且还会根据家庭成员数量适当减免。即使是低收入群体，政府也会补贴他们的保费，确保人人都能参保。
而且台湾健保对医疗资源的管控非常严格，通过总额预算制度和病例群组支付方式，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。同时，健保制度鼓励基层首诊和分级诊疗，大大减轻了大医院的负担，提高了整体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。那台湾医生的收入怎么样？我忍不住问道，毕竟咱们大陆医生的收入这些年有了很大提高。曹医生笑了笑，确实，台湾医生的基本薪资可能比不上大陆顶尖3甲医院的医生，但台湾医生的工作强度和压力要小得多，而且工作环境更人性化，医患关系也更和谐。在台湾，医生基本不用担心被患者投诉或者暴力伤医事件，也很少需要防护性医疗，每天下班后能有自己的生活，不会像在大陆那样疲于奔命。虽然收入少了些，但生活质量高多了。况且，台湾医生除了基本薪资外，还有绩效奖金和开业自由，总体收入其实也不低。我点点头，听起来真的很不错。那你现在完全适应台湾的工作和生活了吗？基本适应了，刚开始还有些不习惯，尤其是语言方面。虽然台湾也说中文，但很多医学术语和日常用语都不太一样。比如大陆说 CT， 台湾叫电脑断层；大陆说 B 超，台湾叫超音波；大陆说输液，台湾叫打点滴。还有很多药品名称也不同，需要重新熟悉。最让我不适应的是，台湾医院的行政效率有时候没有大陆高。在大陆，医院管理层一声令下，下面马上执行。但台湾医院更注重民主决策和程序正义，很多事情需要开会讨论，效率确实慢一些。不过换个角度看，这种方式虽然效率低，但决策更科学，也更人性化。那医疗技术和设备呢？真的和大陆一样先进吗？我追问道。这点我必须实话实说。曹医生认真地说，台湾顶尖医院的设备和技术水平确实不输大陆顶尖医院，有些领域甚至更领先，比如器官移植、细胞治疗、精准医疗等方面，台湾走在前列。台湾的医学教育也非常扎实，医生的理论基础和临床经验都很丰富，但大陆的医疗发展速度确实更快，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大医院，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的速度令人惊叹。不过我发现一个现象，大陆很多医院喜欢追求高精尖，设备有时候有点过度追求高科技，而台湾医院则更注重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，不会盲目追求最新最贵的设备。我好奇地问，那两地的医院管理模式有什么不同吗？差别很大。曹医生说，大陆医院普遍是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，行政色彩很浓，管理模式也比较传统，强调等级和服从。台湾的医院则多种多样，有公立的，也有私立的和财团法人医院，管理更加市场化和人性化，注重医护人员的参与感和认同感。在台湾医院工作，我感觉自己更被尊重，能够参与到医院的决策中来。医生和护士的关系也更平等，不像大陆那样等级森严。最重要的是，台湾的医患关系普遍比较和谐，医生不用担心被投诉或者暴力伤医，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医疗工作中去。就拿医疗纠纷来说，大陆的处理方式往往是医院先安抚患者，尽量私下解决，避免闹大。而台湾则有完善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，通过法律途径理性解决纠纷，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感叹，看来台湾的医疗制度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。是的，尤其是将医疗视为一种基本人权的理念。曹医生若有所思地说，在台湾，健保不仅是一种医疗保险，更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，体现了社会公平和人文关怀。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，都能享受基本相同的医疗服务，这一点真的很了不起。而且台湾健保还特别注重预防医学和健康管理，每位台湾居民每年都可以免费进行一次健康检查，鼓励早期发现疾病。健保署还会定期分析大数据，找出高风险人群，进行针对性的健康干预。这种预防为主、治疗为辅的理念，不仅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水平，还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的增长。
哇，听起来真的很全面。我惊叹道，是啊，台湾健保还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医疗需求，比如偏远地区和离岛居民，健保署会补助医生前往当地坐诊，甚至提供空中医疗救护服务。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，还有居家医疗和长期照护服务。这些人性化的设计，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，不会因地域和身体条件的差异而被抛弃。曹医生接着说，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说，那就是台湾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制度。台湾的药品审批虽然严格，但速度很快，新药上市时间比大陆早很多。而且台湾本土的制药业发达，能够生产出价格合理、质量可靠的仿制药，让老百姓用得起药。大陆这方面进步也很快啊。我说，这几年不是引进了很多新药吗？没错，大陆药品审批制度这几年改革很大，新药上市速度确实加快了。但问题是，很多新药进入医保的时间还是太长，普通患者负担不起。而台湾健保署则会定期召开药物给付项目评估会议，及时将有效的新药纳入健保给付范围，让患者能够尽快用上新药。说了这么多台湾医疗的优点，那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呢？我问道。曹医生想了想，说，当然也有一些问题，比如台湾医生的工作负荷仍然很重，尤其是某些热门科室的医生，一天要看很多病人，时间紧张。还有就是某些专科医生数量不足，尤其是妇产科、儿科、急诊科等，导致这些科室的医生压力更大。另外，台湾健保也面临着财务压力，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技术进步，医疗支出不断增加，但保费收入增长有限，长期来看可能会出现收支失衡。不过，台湾政府也在积极采取措施，比如调整保费费率、加强医疗资源管控、推广健康管理等，希望能够保持健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。总的来说，曹医生总结到，台湾的医疗制度虽然不是十全十美，但在保障全民健康权益、控制医疗费用、提高医疗质量等方面确实做得很好，值得大陆学习借鉴。尤其是以人为本的理念，让医疗回归到服务人民健康的本质，而不是变成逐利的工具。我不禁感叹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对台湾的印象完全改变了。以前总觉得台湾小小的一个岛，医疗水平肯定比不上大陆，现在看来是我们井底之蛙了。是啊，曹医生笑着说，其实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都停留在几十年前，认为台湾经济落后，医疗条件差，但实际上台湾的人均 GDP 和人类发展指数一直都很高，医疗卫生水平更是位居世界前列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曾多次肯定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，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典范。那你现在后悔去台湾了吗？我忍不住问道。曹医生摇摇头，眼中流露出幸福的神色，一点也不后悔。虽然收入比在深圳时少了些，但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提高了很多。在台湾，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，享受生活，不用整天被繁重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找回了当初学医的初心，真正为患者服务，而不是被各种绩效考核和经济指标所绑架。而且他补充道，台湾的很多医疗管理经验和服务理念都值得我好好学习。等将来有机会，希望能把这些好的经验带回大陆，为改善大陆的医疗服务贡献一份力量。毕竟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，我们的目标都是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。听完曹医生的分享，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作为一个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因为地域差异而犹豫不决的姻缘，但曹医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跨越地域的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，能够带来全新的视角和认知。其实，大陆和台湾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，相互学习，取长补短，才能共同进步。就像曹医生说的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我们都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和血脉联系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也是一样的。
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两岸的医疗体系能够取长补短，共同进步，让每一位中国人不论身在何处，都能享受到优质、平等、可负担的医疗服务。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转发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